真实的商战就是这么朴实无华，是吧？瑞幸，好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年前错过一难，评都上热搜了，2年后带着全新全域战略，风风光光牵手双向奔赴，这真是瑞幸最爽文的一集了吧？这一场咖啡界的顶级拉扯，要从2024年1月5日正式讲起。那天酷迪官宣王一博成为全球品牌代言人，官宣微博互动破130万话题，阅读量直冲8.5亿，全国门店客流与订单大幅攀升80%到350%，线上订单爆满，周边售空，一线门店从早忙到晚。王一博的影响力也震惊了整个市场，但谁也没料到，官宣还不到2小时，瑞幸来了个神来之笔，直接引爆2大热搜话题。瑞幸摩托姐姐专享登顶热搜第一，王一博代言商战紧随其后，网友当时都看傻了，原来还能这么玩。最懂王一博价值的果然从来都是友商，那天的瑞幸是真的遗憾，也是真的意难平，得不到就惦记所有人以为这是翻篇了，只有瑞幸默默记了整整2年。时隔2年，瑞幸再度出手，不是补位，是带着全新战略，带着王一博完成战略级，携手酷迪当年借王一博打开市场，瑞幸现在用王一博布局新赛道。要知道，现在的瑞幸线下门店早已成熟稳固，它急需拓展全场景零售的第2条增长曲线。瑞幸吉祥是集团全新布局的零售品牌，覆盖线上电商、线下便利店和商超全渠道。当瑞幸需要一个能劈开新赛道、托举全域战略的代言人时，他的首选还真就是友商市场验证过的王一博竞品。比谁都清楚王一博带火一个新品牌的能力有多强。当年安踏在耐克解约后，火速签下全球首席代言人，勇闯天涯无缝燕京，那可都是5年不离不弃啊！我也都懂王一博身上的顶级流量、国民度零负面和长周期稳定，是内娱难得的稀缺战略资源，能同时满足破圈力、商业安全、年轻心智全覆盖，也难怪能让那么多友商竞品始终念念不忘，期待回响呢。毕竟这可是能开拓赛道、托举品牌的战略级核心合作人选啊！内娱顶流很多，但能让头部竞品惦记2年，非你不可的真就王一博了吧？也难怪4月王一博赛车的时候，瑞幸没官宣呢，都要来参与。真实的商业博弈就是认可价值，长期惦记时机，成熟体面奔赴瑞幸，这波他真爽到了吧？王一博坠楼的画面为什么要拍出来？王一博记 Q 杂志短片当中有一个从北京国贸天台边缘坠落的画面，分别从2个不同的机位拍摄了这一个坠落的瞬间。从这个画面的前几帧可以看到，他的几个交叠像是向下跳的动作，双手攀在天台的边缘，似乎像是体力不支。紧接着画面变成了黑色的剪影。这个片段公开之后，有部分网友质疑到，感觉这个画面会被投诉下架。也有网友说，在这么鱼龙混杂的娱乐圈，本身顶流就容易招惹非议，担心这种画面会被恶意剪辑总结。看来其实担心的就是3个字：不吉利。但是如果你看懂了，你就会发现是一场写给当代舅的自救指南，因为这背后所要传达的那句话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不知你是否听过，如果必须坠落就让我坠落，我会成为的那个人一定会接住我。这是短片 GQ 在发布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答案，他 tag 带的是王一博的天台梦境，标题写的是 The Man on the Roof， 邀请你进入一个梦境。在这里，世界仿佛天顶一般，低垂呼吸，直到接近极限，然后坠入短片的第一帧。北京天台摆着一张不合时宜的皮沙发，王一博从沙发上醒来，伸手的瞬间 The Man on the Roof 字幕像涂鸦一样浮现出来。官方给出的解读是游离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用大白话讲，就是我们每天困在的日常当中，心里都有一个想要逃出去的天台。沙发是我们日常的锚点，上班、生活、社交，我们每天都在和这些熟悉的东西打交道，而天台是脱离日常的边界，站在上面，你就能够暂时抛开所有的规则和压力。这种错位就像是你每天挤地铁改方案，看似按部就班，心里却总是想要能够去山野待1天就好了，能够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主选择的自由一次。这就是日常里的精神错位，也是短片把我们拽进梦境的第一个钩子。7到18秒的时候，爬梯的向上与失重，他穿着皮夹克，爬着黑色的铁梯，镜头让我们看到了城市天际线，在背景里模糊晨雾，爬梯是向上突破的动作，但雾蒙蒙的背景又透着未知的失重感。其实就像王一博再出选择极限运动，
这条路对应他的人生，赛车要冲线向上，但高速会带来失控的风险，也就是失重感。攀岩要登顶向上，但岩地上的每一步都有可能滑落失重，向上是追求，失重是代价。而这个梯子，他已经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这股劲头就把他的职业性和野性的冲突揉成了身体的舞蹈一般。他接下来冲刷雨心声，水花和冰块劈头盖脸的砸下来，他闭着眼，仰着头，水是混沌的象征，也是进化的仪式。也许就是像他说的一样，他拍完了人鱼之后，感觉到了疲惫，感觉到了痛苦，他决定选择休息，投向了自然的怀抱。那么这一刻，他在其中完成了角色的新生。而此时，你在看到全片最有力量的坠落的镜头。整个短片的高潮部分，如果没有理解透，真的就错过了这个从天台边缘坠楼的瞬间。王一博的身体在黑空中舒展，没有恐惧，没有挣扎，反而透着一股极致的平静。此时引导你的就不是物理上的下坠，而是心流中的精神下潜。什么叫心流？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物我两忘、充满愉悦感和高效能的最佳体验状态。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在一些工作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就算你看剧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进去了，投入了就不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并且这个过程给我们极大的愉悦感。这个概念是由心理学家米哈里提出，他将其描述为最有体验，原来最自由、最自洽的时刻，藏在最极致的时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是抓不住了才掉下去，而是主动的走进了失控，主动去拥抱了这一场心流的下潜。就像我上一个视频评论区很多网友来说，如果让你选择一个人成为他活这一世，谁又不想成为王一博呢？画面紧接着他坐在路灯之上，整个短片当中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点，路灯往往是被仰望的存在，但是他坐在上面又变成了俯瞰世界的观察者。作为顶流，他是被仰望，像路灯一样的功能，照亮大家的世界，引领着大家的意识走向更温暖、更光亮的地方。他坐在路灯之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感，不被外界的声音干扰。也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我们既是别人眼里的焦点，也是自己生活的观察者。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只要守住自己的节奏，就是最好的自洽。再到后面，他循环的从沙发上醒来，和开篇一样，但是眼神里多了一份平静。你以为梦境回到了现实，但其实从失控的自洽之后，现实也变成了梦境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熬过夜，扛过苦难，但第二天醒来，不是回到了原点，而是带着我懂了的平静继续走。因为循环不是原地打转，而是精神的升级。王一博的人生也是如此，赛车冲线又重启，攀岩登顶又出发，每一次结束都是新的开始。王一博在用自己的行为和演绎告诉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从社会设定的目标中挣脱，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秩序。谢利尔·桑德伯格曾经说过，如果坠落就让我坠落，我会成为的那个人一定会接住我。